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15号。昨天晚上美国 CPI 是按我计划来了一个利空，预测值是在 6.2， 最终公布的数值是在 6.4， 所以早在6到7天之前的视频连续3个 YouTube 上面是提醒大家 CPI 我估计可能就是会出利空哦，连续3天在讲。那现在已经是按计划压回来，当时这个位置矩形都还没有跌破，后面是崩，我就跟大家讲，有可能就是类似这种矩形震荡，它主力是提前压回来。如果是这个位置目前价格还在这个高位，昨天晚上公布的那个 CPI， 我估计有可能会跌得更长啊。所以提前压回来公布的 CPI， 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在跟大家讲，最近不要去管利空，因为你要看空间的位置，空间低档的位置出的利空不是利空，空间高档位置出的利好，加息25个基点，那就不是利好，空间高档的位置加息50个基点，那就不是利好。连续几个转折，这个位置希望朋友们不要追，这个位置也是跟大家讲，有可能会重新跌回到2万亿。那现在2万亿回来的话，有做对的朋友，包括我个人的狗狗币，前几天是在 0.079 附近有做多，我个人也是选择继续再报，包括 15K、16K 多单的比特币，到今天也是选择继续再报。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原因啊，我估计索罗斯有可能就是有在抄底这一个比特币，以及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现在这一根 K 线它是放大量。包括昨天晚上推特上面也是及时通知大家 CPI 是不及预期，但是我们已经是提前计划好了，所以4个小时看收盘会不会收率哦，它是更好。昨天晚上当时4个小时还没有收率，而且量能虚拟量是非常的大，所以现在已经是收率。那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长线还是看好，但是整个中线我估计还是看这里盘。包括等下视频再来跟大家讲解一下目前的这一根上涨的量大量。记得在这一个12月30号的时候，这一个视频如果你有看到的时候，我是有跟大家讲4个小时就是有转暖的迹象。那这里面的一个4个小时的量跟现在这个位置4个小时的量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会不会马上开启这样子的一波上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昨天量已经是再放出来哦，包括昨天的视频这一根 K 线的十字星也是跟大家讲，不要去管美国那边 SEC 是不是要起诉币安稳定币的发行公司，有可能就是主力早就已经提前计划好，空间都跌了下来才出利空。昨天是跟大家讲，你为什么高档不出利空？如果是在高档出利空，那就有一点麻烦，有可能这一波跌的会更深啊。但是现在是早就已经跌回来，然后这边出利空，其实从下方的量可以看出来，就是主力在下散户啊。昨天这一根 K 线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可以看一下1个小时里面的量，当时最大的一根量是在这一根跌出来的一根量。然后昨天价格就已经收到这个上方，所以也是跟大家讲不用去管，有可能还是在震荡，你要做买点的话都是以低吸为主。那现在4个小时昨天晚上也是按计划，这一根大量它是收涨的一根量啊。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一个形态，其实4个小时里面已经有哈根阿喜多方的趋势，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这边绿 K 已经放出来。那我的观点是，朋友们如果要做，我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讲，你要做目前4个小时是找布林线的下轨，这几个低点位置都是在布林线下轨，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还有一种买法，现在是4个小时哈根阿喜有趋势哦，因为绿 K 已经放出来，前面的一波上涨我们可以看一下，绿 K 放出来，它这个位置有压回踩这个绿 K， 只要没有放红都是买点，不排除有可能会再踩这个位置也是买点，然后再上去再压回来再踩这个位置也是买点，再压回来再踩这个位置也是买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子哦，我们尽量不要去追，就是你看一下压回来有没有买点，也是要尽量短。我的观点是有可能整个布林线它还是以区间震荡为主，因为什么？上面有套牢盘，时间还不够啊，这边整理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的时间，
日线的时间1天、2天、3天、4天、5天，就是你要做的情况下不要去追。当时这边时间是整理了20多天，然后这样子上去突破了这个中轨，现在是时间整理还不够啊，才5、6天。所以我们如果单看裸 K， 我的一个观点是这边有20多天的一个套牢盘，目前才整理了5天。当时这个位置放陷阱的时候，多方陷阱下去是空方陷阱，它都能整理20几天。现在是套了有20多天的一个筹码，这边套了时间并不长啊，只有可能3天的时间，所以目前的时间是更多。我的观点是不排除这个位置可能中线还是在区间震荡，就类似这一段时间在跟大家讲的这一波牛市的行情，目前的一个区间有可能类似疫情当时牛市起来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天天在跟大家提的20年疫情当时底部起来以后，这边回撤了 0.382， 从这个低点然后拉到这个高点，回撤的位置是在 0.38， 但是它整理的时间是非常长，70点，或者是再上去以后，这边也是画了一个矩形，后面是2根跌破，重新再画了一个矩形，所以这边是一个双矩形的结构，有可能目前的整个走势也类似这种位置的一个套牢盘被破以后，这边需要再整理20天，有可能才会形成突破。那么可以看一下目前的位置就是这样子啊，它的这个高位有套牢盘。还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根艾希在日线里面4个小时是已经出趋势了，但是日线里面哈根艾希目前是还没有出趋势，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还是尽量以震荡盘来对待啊。然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一则新闻啊，也是有看到亿万富翁索罗斯他的基金是深入投资加密货币，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几个细节的重点啊。12月31号，索罗斯基金向美国证交会披露的文件是显示，索罗斯基金管理的公司是购买了挖矿的公司啊，接近3960万美元的可转债。那这一个12月30号的时间节点，也就是比特币在之前这个低档位置前面，我估计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买的。所以既然连索罗斯有可能都是在抄底这一个比特币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因为我们思考一下，能在比特币熊市 15K、16K 的底部，很多加密矿商都在退出整个市场的时候，索罗斯是在逆向来抄底这个比特币的矿商。包括我们再看一下这里面新闻的细节，索罗斯在3个月之前也是披露了接近5万股的看跌期权。那我们要记得3个月之前当时也是 FTX 交易所崩盘之前的高位，后面是价格崩了下来。但是最近披露的文件也是显示，现在是也有看涨的，也有看跌的，所以不像之前3个月之前的只有看跌的期权。包括也是有显示该基金还持有近2亿美元的 MicroStrategy 的优先股。所以我的观点是索罗斯现在也是在支持这一个比特币，我估计应该他就是抄底了。所以我的观点是索罗斯也是在看涨这个比特币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啊，狗狗币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哈根艾希指标，其实开始也是有泛绿了，不过整个趋势目前可能还是在箱体震荡。好的一点也是跟大家讲了有几天，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涨的时候有量，上涨的时候有量，上涨的时候有量，我估计有人就是在这边可能准备要动狗狗币，但是也不知道时间会拖到什么时候，有没有可能最近马斯克会不会来站台这个狗狗币？他的推特我也是一直在观察，好像也没有看到啊。不过日线现在还是一样，有可能上面有一些套牢盘，这边可能主力还是一直在洗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日线的指标，这一次 MACD 也是在零轴附近哦。如果能来一个双金叉，目前缺的就是这个 MACD 目前还没有金叉。零轴附近，我的一个观点是，其实压回来你应该要买啊，因为这2天也是跟大家讲到一个观点，可能主力是在动外形式啊。当时马斯克说要收购推特，后面又说不收购，然后在低档的时候，其实他主力早就有意图啊，可能就是利用马斯克在释放一些消息，在低档的位置把很多散户的筹码下出去，然后又说真正要收购，所以这次也是一样。高档的时候有消息说推特在计划要申请那个加密支付的牌照，那现在压回来的话，有可能新闻是还没有出来，等真正新闻出来的时候，到时候看会不会拉一波。包括以太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其实它现在短线是走了一个破底方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的一个形态。这边是有一个矩形箱体震荡，破位陷阱上去，反正就是一个破底方，破底就翻了上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这个高位是有一个压力啊，可能这个位置也是震荡为主啊。包括它的一个量价，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其实量还可以啊，就是上涨的时候也是有量了。前面的这一根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的量，目前的压力，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大约是在1580附近，也是有一个压力，有可能是要震荡一段时间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